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在上个影片我们讨论了 SP 朗纳尔的技能，还有官方的一些爆料。当然，我也是看到了一些观众提出的问题，到底那个朗纳尔是什么情况下可以获得的？在昨天官方发布了这则贴文，那其实在那天爆料的时候，我看到它的标志其实是错误的。其实它这个标志是机动的意思，并不是步兵。不知道游戏公司最近发生什么事情啊？他们一直犯这种小错误。今天所分享的图片才是正确的。那在那一天的时候，其实都已经看到他的技能是步兵加成了，所以也不难去猜测他就是步兵统帅。并且根据官方的描述，这个朗纳尔就是巅峰时期的朗纳尔，是同一个人来的，只是不同时段而已。所以我们在英文版本那边看到 SP 朗纳尔，你们可以理解为 Prime 就是巅峰时期就好了，你不要管那个 SP 代表什么意思，不是 Special 也不是什么 Super Prime。我个人觉得他放一个 S 上去是为了更好去区分他原本就是一个金色统帅，他变成巅峰时期了。再来就是大家比较好奇的就是这个朗纳尔到底能不能在其他的地图使用。那我在上一个影片中其实有跟大家讲过，他是可以在别的地图使用，但是我的观众不信我，所以你们就直接看官方这里的爆料，他是说到巅峰期朗纳尔并不是只有在年度剧本不列颠之王中出现的特定统帅展示，或许可以通过专属活动获取，当然也可以在年度剧本外使用。就是说不管你是在自己的王国也好，你在其他的 KVK 也好，都是可以使用朗纳尔的，这个是官方这里讲的，不是我讲的。那为什么要特别注明朗纳尔在这个地图里面怎样怎样呢？就是因为这个地图是专属为朗纳尔打造的，里面所讲的内容就是维京人跟不列颠发生的事情，然后这个剧本的名字叫不列颠之王。因为以他作为主角的关系，所以他在这个剧本中有特别的饰品，只有 SP 朗纳尔作为副将的时候才可以使用而已。那如果你们没有参加这个地图，没有这个饰品的话，朗纳尔就是普通的步兵统帅，这样子你们应该就可以理解了吧。那么这个朗纳尔跟我们之前看的朗纳尔有什么差别呢？在巅峰时期的朗纳尔戴了头盔，并且他的手上多了一把斧头，盔甲变成金色，披风的长度也稍微变长了一点点，并且腰带的款式有一点不太一样了，并且在原本的版本中它是没有袖子的，所以服饰上有一点差别了，但是差别不会太大。那么问题来了，朗纳尔什么时候会出现？他会跟新的统帅一起出现吗？那么可以确定的是，他不会跟着我们新的工兵一起推出，并且在刚刚官方的贴文这边你们也可以看到，他可以通过专属的活动获得，并且我跟官方那边确认到这位统帅不会出现在任何的 MGE 或者是转盘上面，并且只有征服赛季的玩家能够获得而已。征服赛季之前的玩家只能获得原本的朗纳尔。当然我也是看到一些玩家传出了这个图片，这个图片是假的，我已经跟官方客服那边认证了。我预计 SP 朗纳尔的获得方式有可能像之前流车获得的方式那样子，每天登录或者是完成了一些任务之后就可以直接拿到这位统帅的本体。至于什么时候推出，我们要在什么时候之前准备好镜头。像我在上一个影片就有说过，有可能会跟着新剧本推出的时候再一起推出 SP 朗纳尔。那么我一直坚信官方不管推出任何的新活动、新的统帅还是新的文明之类的，都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或者是指定的时间。所以我去搜索了从一开始征服赛季推出到现在所有剧本推出的时间，月份肯定是准确的，但是日期可能有一点偏差，因为我有一些日期是根据爆料，有些是根据官方的公告。我们稍微看一下这里的规律是怎么样的。在2020年的10月推出了第一个剧本，那接下来我们看到2021年的时候，大概是3月、6月的时候推出新的剧本。那么照理来说，在2021年的时候应该要推出3到4个剧本左右的，分别是3月、6月、9月、12月。但是为什么中间断掉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步步为营的关系。因为步步为营这个地图发生了一些事情，有很多玩家感到不满而下架了步步为营，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里这么多个剧本里面只有步步为营是红色的，因为这个剧本已经是删除掉了。接着我们看2022年的时候，这里就比较正常了，1月、5月、9月，在这个时候差不多是相隔4个月推出一个新的剧本。原本要在12月或者是1月左右的时候应该要推出一个新的剧本，但是它延迟了，变成3月有2个剧本，一个是兵无常势，另外一个是奥尔良之围。后面规律又变得比较正常了，分别是7月跟11月都推出了剧本，这里所相隔的时间刚好也是4个月。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理解到，一般他们推出新剧本的时间都是相隔3个月或者是4个月左右。像今年在3月的时候推出了雄兵奸臣，6月的时候推出了强攻劲弩，但是你们可以注意看，6月推出的时间是在6月尾，
那我们现在9月都差不多接近尾声了，都快要进入10月了，所以我推测新的剧本应该是在10月爆料，并不是正式推出，只是爆料而已，就是发布公告跟我们讲有新的地图，然后有一些地图的介绍之类的。又或者像去年那样在11月的时候推出新的剧本，推出 SP 朗纳尔。为什么我觉得11月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因为如果他们选择在下个月推出的话，其实会跟新的工兵撞在一起，玩家可能会感到不满，为什么我才刚觉醒新的工兵，你现在马上出一个步兵，甚至会导致到玩家直接跳过工兵，因为工兵野战没有 AOE 嘛。然而朗纳尔 SP 它是有 AOE 的，所以我觉得大概率可能是在10月尾或者是11月初左右。为什么我不觉得是在11月尾或者是12月的时候推出呢？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会跟我们第8代的新领袖统帅还有远程统帅撞在一起了。这里也是顺便放一个预告给大家看了，新的领袖统帅还有远程统帅什么时候会推出？那在国服那边可能是在12月2日，在国际服就是12月16日。这里我说可能会推出的时间，是因为担心 SP 朗纳尔会延迟他们的时间，又或者是他们的时间会提早。你们可以看之前远程统帅的记录，像贡萨洛跟拉普出现的时候，有一些玩家就不想要去玩远程统帅。甚至领袖统帅不是每一个玩家都需要用到的，所以你们可以看到那时候才距离56天就已经推出了，所以我做一个中间值的时间，大概70天左右就会出现新的统帅，可能而已啦。加上我们每一次出现新统帅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些爆料，预计是在统帅出现之前的2个星期左右，也就是说大概11月15日左右。如果在那个时期刚好又出现 SP 朗纳尔的话，就会影响到玩家可能不想要去拿 SP 朗纳尔，不想要去培养它。并且在前面我就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SP 朗纳尔不可以通过 MG 或者是转盘获得，所以它将不会出现在新的领袖统帅里面。因为一般我们领袖统帅都会推出2个远程1个领袖，所以或许有一些玩家在想着会不会那3个统帅分别是 SP 朗纳尔、新的远程统帅还有一个领袖统帅，所以这里我是直接帮大家打消了这个念头啦。总之配合我们的工兵、领袖、远程统帅还有征服赛季剧本推出的时间来做计算的话，大概是在11月左右啦。最后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会不会有更多的统帅也 SP 化？我个人觉得有很大可能之前我们所用的一些金色统帅都会 SP 化，但是我觉得频率应该不会这么高，可能1年出现2个或者是1个左右，不会像我们紫色统帅变成 P 化的频率这么高。而且我相信多数玩家应该都不太喜欢官方一直炒冷饭的，一直拿一些旧的统帅 P 化 SP 化。历史上还有很多很强很伟大的统帅，你们出一些新的统帅吧。但是我不否定以前的传说统帅 SP 化，因为有一些传说统帅是真的大家都很喜欢，但是他的能力实在是太弱了。像是理查、曹操、凯撒在历史上都是很厉害的统帅，然而在游戏里面就没有什么用途。还有大家津津乐道的鬼神吕布当我在玩三国无双的时候，我最怕的就是遇到吕布，他一出现就一刀把我砍没了，不然我就剩下半条血。然后在万国觉醒里面，我真的没有看过他出现多少次，甚至吕布在游戏中的强度不如第1、第2代的统帅，会让一些不知道历史故事的玩家就会觉得说，哈，吕布是不是真的在历史上很烂呢？为什么他在游戏中的表现这么糟糕？以上就是 SP 朗纳尔的一些资讯，还有我个人推测会推出的时间、剧本的时间。这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